新来的，以前没见过你啊。切，没礼貌。这就是血馆新聘的西西先生。师傅，请用茶。师傅，我们四海悠游，哪里去不得？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份聘任，当一个私塾先生呢？而且，还留在这么一个破地方。师傅自有道理，去，做你的事去吧。是。哎，云同学，这道题你会吗？我早跟你说过了，他是不会理我们的。先生，老郎中，别睡了，赶紧起来出诊去吧。不是他，是你呀！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别拽，别拽，怎么了啊？大夫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！你怎么样了？好点了没？啊？没事，我砍死你们这俩不要脸的东西！你又是什么好货？你个不要脸的婆娘！你杀了我吧！伤风败俗！我不想丢我的脸！
风某是个托付不住的人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你还是跟你爹回去吧。这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是何时才能报答您呐？这么大的恩德，你报答得起吗？我爹他真的不赌了，真的不赌了。对，不赌了，不赌了，不赌了。不了。不要！不要！我爹他不是说了再也不赌了吗？人性的贪婪，你还不懂？即便是这样，也不见得能戒得掉。放心，死不了。1个月之内，别沾酒。你也知道人性贪婪，有哪个赌徒能够戒得了？你既然赎了那丫头，干嘛不把她带走啊？与你何干？那她的事又与你何干？怎么好眼看着2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？所以说，我也是替她着想。你看看他爹那副德行，说不定哪一天又把闺女当一回，到时候谁会拿着家传的玉佩来赎她呀？你干嘛不带她走？我一个人独来独去惯了，说不定哪天拔腿就走，毫无牵挂。带着个丫头算什么？哎，你会看病啊？皮毛而已。那你医死过人吗？还没，我们打个赌好不好？我赌你会医死人的。今天你扎针那个小子，哼，他死定了。我哪儿得罪你了？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竟敢坏我的好事儿！那小子偷看本姑娘，我才对他施以小小惩戒。你算老几，竟敢强出头！原来是你下的毒啊！难怪刑侦时颇费周折。想不到你小小年纪，竟然如此歹毒。你不过也是坏人。那个小子见我孤身一人就起了歹意，要不是我有点小小手段可以自保，岂不是白白任人欺负？那些下三滥的臭男人难道不歹毒吗？再说了，天下有歹意的人多的是，你凭什么只说我？下了什么毒？蝎尾草。他看了你几眼，你是要他死，还是要他瞎，还是要他残？你说？那你不是也给他解毒了吗？算了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放他一马。这事儿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既然没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我下的毒你随便解开，那我岂不是没面子？蝎尾草只是入门的毒药，下回你再狠点心，我就解不了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不好意思，你们挡我路了。时旭，今天我们堂堂正正比一回，别躲在暗处下手。哼，我专门秘术拈花飞叶皆可伤人，出于无形，入于无声。你们也算是折门弟子，这点精髓都掌握不了。什么叫做暗处下手啊？这位仁兄，麻烦让让。哎，你不能看着3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啊！
可不要死了呀！喂，哎，这点三脚猫功夫还敢出来打抱不平？小爷只想回家喝酒，没想打抱不平啊。你救了我，天天到我家来偷书看，却从没想到应该告诉我一声啊。说起这家书馆，我来的比你早。上一任馆长驻馆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来借书了。不告而借。我看过你所借的书籍，家学底子不错，可是怎么流落警世间？像先生您一样大隐于世，徜徉人间，不好吗？徜徉人间，以此锦绣年华，碌碌空耗。我可没有碌碌空耗，我是很认真的在生活。况且光阴易逝，又怎可虚度？哦，你这是在认真生活，不虚度？嗯，我倒要听听看。对啊，我现在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自由自在，随心所欲。我是在用我最大的诚意，认真的生活啊。哈哈，好逍遥自在啊！我看，隔壁那老郎中就是你的未来。救命之恩，谢过了。有机会，我一定报答先生。不过没机会就算了，先生高人，不见得用得着我。不忙，我再教你些许呼吸之法，最起码能帮你早点恢复。好吧，教吧。是，你想入世，我可以教你承载天下；你想出世，我也可以教你成道飞升。但是，
你要想入我门中，必须听我的，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。想读书就读书，想赚钱你就赚钱，那可不成。我要你练功，你就得练功，你不得偷心耍滑，怕苦怕累。我要你读书，你就得读书，不得挑三拣四，顾此失彼，由着自己的好恶。所以，我自由自在的人生结束了吗？也好吧。这个人间，我见过了。地狱嘛，没兴趣，不想去。倘若是能去天庭看看，想必众仙家风姿，应该是令人敬仰的，并不像人间这般污闹泥沼。既然有成道飞升的法门，我听你的话。好吧，那就随我去吧。假期太短了，可不是嘛，我都还没玩够呢。我也是，真希望能晚点开学。哎，你们看到小云了吗？没看到。她不是留在学馆里过假期的吗？她的房间怎么空了？哎，你们看，先生不会再回来了。哎，另请高明。啊，先生走了。太好了！不用提前了，不用读书了，放假喽，走，玩去。走，哎，等等我。这两位。
难为你们了。如今咱们就回去吧。啊，好。气息不错嘛。短短几日，进境若此，难怪师傅要千里迢迢的找你回来做弟子，真是慧眼识珠啊！师妹谬赞了，我是由衷的。给，让你进步更快一些。快点啊！嘿。师傅，我都不知道，原来你有这么大产业呀！为师看着像是个有钱人吗？嗯。师傅，你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给我们轿车呀？想得美！所谓家也好，宅也好，不过是一时落脚之处，不是最终归处，当不得真。哦，所以才叫做化境。看你们将来哪个真入化境。以后啊，都给我踏踏实实练功，别辜负为师。是。
师傅。为师也曾因缘际会，偶然间听过令尊的一曲《华胥引》，今天听你的《邪仙游》，更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啊！先父高峰，弟子不及。这便是那张凤鸣了。是。古人已乘黄鹤去，你若是能放下心中快垒，就会更好了。是。师哥。嗯。神仙，好遥远的一个词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师父说过，想要出世，先得入世。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，方不执着。师哥一上来就大读历代祖师成道的传记，小妹恐师哥好高骛远，耽误了脚下实修的功夫。须知，入世经济才是立足之根本啊！我要是跟你说我已经懂了，你会不会觉得我狂生一枚？要不要这么不谦虚啊？子曰：“君子泰而不骄。”我可没有骄傲啊，我确实就是夫子所说的泰而不骄的人啊。你确实是骄傲的坦坦荡荡，是泰，而且骄傲。乱解夫子。你们俩还真是师兄弟啊！那个也是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啊，骄傲得一塌糊涂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就请师哥为我解惑。想要坐而论道吗？请出题。事情百态，请师哥一言以蔽之。花有枯荣，人有生死，善恶交织而成。光明与黑暗，是生命与心灵所必经之路。倘若你可以施加影响，那么师哥心中
理想的天下是什么样子？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各奔前程，各安天命。愿闻其详。人人都需要谋生，居高位者，靠为众生谋福利而赚钱养命。若不能造福一方，就是渎职，就不配坐在那个位置上，就得趁早滚蛋，换有德者居之。小老百姓嘛，就该安分守己，靠劳动所出而赚钱养命。只要不为非作歹，就有活路。非得要好吃懒做、投机取巧的话，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天覆其下，地在其上，不养好逸恶劳之人。一直以为师哥就是那种好逸恶劳，闲云野鹤。我当然是例外了。为何你独独例外？